美乌会面或将敲定战俘转让细节。俄罗斯将进行新一轮动员，可征召200万预备役军人。梁赞计划揭露古巴人如何入俄作战。全歼俄军多部罗皮利亚保卫权消失，近期打击俄能源、石油收入减半。俄罗斯矿业危机30年来最严重损失。不打了，巴基斯坦、阿富汗停火。抽签制度，德国兵役框架改革。被催的天王星9还没作战就坏了。精彩资讯马上开始。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战俘一事还在持续发酵中，接下来特朗普将与普京讨论，决定是否转让战俘。在10月17日，特朗普还要与泽连斯基会面，这一天或许就会决定战俘的去留。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计划直接和普京谈论向乌克兰转让战俘导弹的可能性。还耐人寻味地补充道，打算询问普京对乌克兰接受战俘导弹有何感想。之后更是声称，战俘可以瞄准俄罗斯领土，直接把刀摆在明面上。如果俄罗斯不同意结束战争，就向乌克兰转让战俘。特朗普态度之所以转变那么快，根本原因就是没事了。中东问题解决之后，特朗普就表示，接下来重点将转向结束乌俄战争。言外之意就是我要下重手了。看来没能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还是有不小的怨气。普京说好话也没用。为了能够顺利接受战俘，泽连斯基提出了3条付钱的途径。第一个选择就是北约的 PUIL 计划，也就是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北约掏钱在美国购买各种类型的武器，然后将武器转交给乌克兰。第二个选择则是与美国达成重大交易，比如融资、武器交换之类的，但目前还没有做出决定。第三个选择就是利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就火力军来说，这个才是最好的。拿俄罗斯的钱走俄罗斯，简直太妙了。并且据彭博社的报道，欧盟计划将俄罗斯央行被冻结的资金援助给乌克兰，资产总额达到了2320亿美元。考虑在布鲁塞尔峰会上讨论这件事，为了避免资产被没收，莫斯科警告称将对此进行报复。不过事实却是，欧盟已经在使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了。之前莱茵金属表示，乌克兰将接收装在包衣底盘上的天空游侠35，这笔钱就是俄罗斯被冻结资产提供的，也没见俄罗斯做什么。为了更好地支持乌克兰，特朗普还将与泽连斯基会面。泽连斯基也证实了这件事，计划在10月17日会见特朗普，主要议题就是防空以及对俄罗斯的威慑。火力军总觉得在这次会谈中，美国就会确定是否转让战俘。接下来，乌俄双方即将进入冬季作战，乌克兰的武器供应和防空能力的确是讨论的焦点，但重点还是战俘，这是能够逼迫俄罗斯接受谈判的武器。泽连斯基在北约议会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普京可以被迫和平，欧洲与美国也是这样做的。结合俄罗斯之前的表态来看，克里姆林宫将战俘导弹视作一条红线。不过乌俄战争以来，类似的线已经画了很多条，之前风暴阴影、爱国者、F-16都是这样的待遇，但是在当前的乌俄战场之上，这些武器已经出现了。火力军相信战俘也是如此，至于美国何时迈出这一步，就让我们继续观察。俄罗斯除了面临国际压力，战场也有很多问题，最直接的就是兵源。为了保证前线兵力，俄罗斯正在开展新一轮的动员。看来削减一次性奖金、电子征兵系统启动都是为了新动员服务。因为高额财政激励正在失去作用，俄罗斯前线的士兵越来越少，而且钱也花超了。在2025年的前3个月，俄罗斯国防部招募了近9万名人员，支出超过了2025年联邦招聘预算总额。征不到兵，俄罗斯就只能玩一些强制 play， 但普京又不想再次宣布大规模动员，或者向乌克兰宣战，前者会导致国内进一步动荡。2022年的事情，火力军依旧记得，征兵站暴动、各地反抗游行等数不胜数。进入2025年之后，乌克兰对俄本土的打击进一步升级，导致经济衰退。俄罗斯民众本身就有很大的怨气，在这个时间点，普京再次宣布动员，情况只会比上一次更严重。如果是后者，那就等于全盘否认俄罗斯之前的说法，这种自己打自己脸的行为，普京也不想干。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修改法律。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政府立法活动委员会批准了一项修正案草案，允许俄罗斯军方在没有克里姆林宫正式宣布动员或进入战争状态的情况下，在俄罗斯境外使用预备役军人。翻译一下，就是将这些预备役派遣到乌克兰作战。在此之前，这是法律禁止的。普京声称乌俄战争是特别军事行动，所以预备役想都别想。但新法案实施之后，这就没有任何阻碍了。在俄罗斯这边，截至2025年10月，现役预备役有200万成员，也就是俄罗斯公民与国防部签署合同，在预备役中服役，同时保持平民身份。
新一轮征兵的势头其实早就开始了。报道称，因为春夏季攻势的失败，俄罗斯的前线兵力大幅下降，所以自2025年7月以来，俄罗斯就在新兵中组建战略预备队，其中大约有29.2万人与俄罗斯签订了合同。这次修改的法律或许就是为战略预备队准备的，之后就会将这些人全部送到乌俄战场。通过法律征召预备役，普京就能表示这些人都是自愿来的，从而减少国内的动荡，并且也不用花额外的钱征召这些预备役，一次性奖金就没有了，只有合同工资。火力军只能说，乌克兰要小心俄罗斯这一波的攻势。按照俄罗斯之前的准备，正式法案通过之后，这些预备役很快就会进入乌俄战场。除了新一轮动员外，俄罗斯还一直征召雇佣兵。最近，媒体公布了古巴雇佣兵是如何被招募到俄罗斯的。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数据，古巴是继朝鲜之后向俄罗斯提供支持的最大供应国。虽然古巴政府否认，但事实就是事实。根据媒体报道，俄罗斯在梁赞组建了一个皮包公司，以建筑工程的名义招募外国人，主要是古巴和斯里兰卡加入俄军，并承诺支付巨额报酬，机票和住宿费用由俄罗斯支付。不过说到底还是古巴兵出钱。等这些雇佣兵抵达俄罗斯后，去哪儿干什么自己说了不算，最终这些人被派到战壕，银行卡里的资金也没了。这些雇佣兵被派遣到战场后，运气好的还能跑到乌克兰阵地投降，运气不好的话，那就只能泪洒他乡。在这套流程里，如果古巴政府不参与，这些人不可能前往俄罗斯。就跟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古巴这是拿士兵换俄罗斯的支援，结果是支援不多，伤亡却十分惨重。在俄军内部，只要是雇佣兵，伤亡高就是常态。就比如白俄，我想活下去项目公布了一组数据，在乌俄战场之上，有1338名白俄罗斯人为俄罗斯作战，其中至少314人阵亡。在俄罗斯武装部队中，150摩步师服役的白俄罗斯人损失最多。战场方向，红军村的包围圈似乎已经消失，俄军这是被全歼了。开始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位获得铁十字勋章、保卫乌克兰总统奖和勇气3级勋章的乌克兰英雄，他就是舒斯特里，乌克兰防空导弹部队负责人、高级中尉，梦想是成为一名音乐家。战争爆发后，舒斯特里决定签下合同，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保卫祖国。在苏梅作战时，舒斯特里领导的高射炮部队摧毁一架俄军苏24，之后更是荣获3枚勋章。舒斯特里用自己的经历证明，当战火自裂东欧的天空，乌克兰人将用血肉之躯筑起文明的城墙。他们不是神话中的巨人，而是教师、程序员、艺术家等。但是在这一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乌克兰英雄。苏梅方向在临近前线的地区，俄军伤亡惨重，乌军大量战术侦察和打击无人机，对进入该地区的俄军进行袭击，这导致装甲战车完全不够用。与2022年至2023年相比，俄军的装甲车和火炮明显减少。乌军侦察兵表示，俄军正在以小团体步行进攻，有时会使用轻型车辆向前移动。为了保证兵力，俄北方集团军的军事博主声称，俄罗斯军事指挥部将第22摩托化步兵团第3营以及第28独立步枪营派遣到苏梅，增援奥列克西夫卡。不过问题在于，该地区的俄军在协调方面仍存在问题。火力军很期待看到俄军互相开火。哈尔科夫地区前线打不过，俄罗斯就开始打击乌克兰后方。乌克兰哈尔科夫州检察官办公室声称，俄军首次使用 FPV 无人机攻击哈尔科夫市中心。该地区距离乌俄边境大约40公里，按道理来讲，俄罗斯的 FPV 无人机飞不了那么远。于是有消息称，俄军使用无人机母舰将 FPV 无人机送至距离目标约10至20公里的地方。到底是不是那么高级，火力军无法确定。乌克兰应该注意杀伤区的扩大，做好防护。红军村地区，乌军国民警卫队第1亚速军报告，俄军向多布罗皮利亚附近发动大规模机械化进攻，约有16辆装甲车参与，包括坦克、步兵战车、MTLB 运输车等。在本次袭击中，乌军摧毁了9辆步兵战车、4辆 MTLB、3辆坦克、3辆摩托车以及78名俄军士兵。在多布罗皮利亚这边，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前2天，火力军还表示包围圈还存在。那根据新的战线图来看，那几个包围圈已经消失了。暂时无法确定乌军是否已经全歼了被围俄军。战场之外，在俄军不断袭击乌克兰基础设施的情况下，乌克兰也发动了对等攻击。除了电油厂之外，克里米亚的变电站也成了乌军打击目标。斯摩棱斯克地区，俄罗斯飞机制造厂发生爆炸，该工厂主要生产 KH-59、KH-101以及各种无人机。也正因如此，被欧盟、乌克兰和其他国家列入制裁名单，也是乌军的重点打击对象。早在1月份，乌克兰国防部队就袭击了该工厂。另一边，克里米亚的电力桥梁也成了乌军的打击目标。
乌克兰全局和特种作战部队的无人机已经瞄准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在本次袭击中，乌军摧毁了新菲罗波尔变电站。俄军通过刻赤海峡连接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和克里米亚。新菲罗波尔变电站就是电力桥梁的关键设施。当然，石油设施也没放过，乌军袭击了 GSC 海运石油码头，这是克里米亚石油产品转运的战略设施，储存容量达到了25万立方米，现在已经停摆。从以上这些消息来看，最近这段时间，乌军开始频繁打击克里米亚关键能源基础设施，目的就是压制俄军，所以军事装备也在乌克兰打击名单上，主要是飞机和雷达。9月底，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幽灵特种部队的无人机就摧毁了2架安-26军用运输机，雷达更是重点照顾对象，S-500都被乌军干掉了。除了空袭，乌克兰游击队也有新战绩。阿泰什声称，我们破坏了罗斯托夫州的铁路基础设施，扰乱了俄罗斯的物流。自乌俄战争以来，阿泰什游击队就经常在俄罗斯实施反击。在此之前，通往俄罗斯斯摩棱斯克航天工厂的铁路遇袭，图拉市的一座通信塔被摧毁。不过最倒霉的还是罗斯托夫州，这地方位于乌俄边境，与卢甘斯克与顿涅茨克接壤，经常被乌克兰攻击。乌军频繁的打击，俄罗斯也扛不住了，煤炭行业已经宣告不接。金融时报报道，制裁成本飙升，再加上市场价格持续低迷，俄罗斯的矿业和工业正经历着过去30年来最严重的损失。在俄罗斯这边，煤炭虽不如石油天然气 GDP 占比不足1%，但该行业直接雇佣超过14万名员工，并且作为就业和地方预算收入的来源，仍然是俄罗斯某些地区的重要产业。但是在2025年前7个月，这个行业亏损了28亿美元，这可不是个小数目，等于2024年全年亏损的2倍。俄罗斯能源部的统计数据就更惨了，截至9月份，全国已有23家煤炭公司关门大吉，占总数的13%，还有53家公司在破产边缘苦苦挣扎，随时可能坠落。当煤炭行业病入膏肓之际，俄罗斯的炼油厂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乌克兰铁了心要让俄罗斯的油气工业冒烟，炼油厂、油库、油气管道、码头、泵站成了乌克兰无人机的导弹和靶场。这一轮打击下来，俄罗斯的炼油产能直接损失了40%到45%，半壁江山就这么没了。面对国内的燃料荒，俄罗斯政府也坐不住了，不得不放宽对炼油厂的补贴规定，大手一挥，拨出数千亿卢布，希望能续命那些短暂关闭的炼油厂，让他们重新运转起来。去年的补贴已经花掉了1.8万亿卢布，大约220亿美元，而2025年前9个月，俄罗斯掏出了7160亿卢布。自8月初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工业的打击强度不断加大，燃油短缺日益严重，油价也跟着水涨船高，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只要保证国内的稳定，俄罗斯不得不加大补贴力度。不过这个钱从哪儿来呢？俄罗斯当前的经济问题变得越来越多，炼油厂、煤炭只是开始，接下来基奇也要对俄罗斯石油动手了，准备釜底抽薪，对俄罗斯的石油行业发动一场致命打击。如果计划成功，俄罗斯每年可能要损失近1半的石油收入。据报道，基奇的财政部部长们正在起草一个新措施，对那些不听话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征收额外的关税，直接从源头上掐断俄罗斯的财路。如果这个法案能通过，那俄罗斯的石油收入可能将腰斩，从每天730万桶骤降到500万桶，每年损失高达760亿美元。与此同时，基奇还不忘找队友，敦促沙特和阿联酋提高石油产量，以填补市场空缺，同时又给印度和土耳其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减少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很明显，这就是针对俄罗斯石油的围剿行动。有消息称，这种协同施压可能会严重削弱俄罗斯经济，甚至是逼迫俄罗斯缴械投降，停止战争。当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一切都还悬而未决。基奇确实拥有打击俄罗斯石油的能力，但他们是否真的能统一行动，以及何时采取行动，目前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是真的要大刀阔斧？我们拭目以待。亚洲地区，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停火了。火力军之前说双方不会打很久，但也没想到停得那么快。特朗普还没出场呢。之前，巴基斯坦军队与阿富汗在多处边界激烈交火，双方加起来至少有200多人阵亡，这是近年来双方最严重的武装冲突之一。通过国际调停，现在已经停战了。阿富汗外交部长穆塔奇表示，阿富汗的盟友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呼吁必须立即停止战争，所以我方停止了战争，现在情况已获控制。我们希望跟巴国维持良好关系。根据阿富汗军方的声明，报复行动已经结束，并且取得了成功。穆贾希德也强调，任何人若侵犯阿富汗领土，阿政府及人民都将予以回应，捍卫国家主权。但阿方更倾向于通过对话解决一切问题。只是就当前的局势来看，这仅仅是短暂停火。如果阿富汗继续与印度眉来眼去，冲突再次爆发，这是时间问题。
巴基斯坦媒体质疑阿富汗与印度的走近可能会动摇本就脆弱的巴阿关系，阿富汗必须问问自己，他们是否正在成为印度的代理人。巴基斯坦会这样想其实很正常，印度是巴基斯坦的头号对手，印巴之间存在长期的敌对意识，在面临任何国家安全威胁时，巴基斯坦都习惯性将印度因素纳入其中，而阿富汗主动与印度接触，巴基斯坦根本忍不住。德国这边兵役制度已经改变，要用抽签来决定是否服役。德国民主党报道，两党已经就兵役改革达成了一个初步的折中协议。协议的核心就是引入一套抽签征兵的制度。新玩法是这样的：所有适龄的年轻人都得老老实实填写一份强制性调查问卷，就像一次全国范围的兵役摸底一样。然后重头戏来了，部分人被幸运的抽中，去进行体检和面试。如果这时自愿入伍的人数不够，那么这些被抽中的幸运儿就可能需要至少服役6个月。听起来有点像在玩一场大型的兵役开盲盒。这个妥协方案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丹麦的模式，在丹麦理论上所有人都要服兵役，但实际上只有大约1/5的合格者会通过抽签被选中去服役。德国也想在强制与自愿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当然，这场改革的最终拍板人还是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他将决定具体的征兵配额，究竟需要多少新兵入伍，从哪一天开始执行。目前政府批准的法律草案仅规定，只有当国家面临国防危机，并且志愿兵力无法满足军队需求时，联邦议院才能投票决定恢复强制征兵制。而且在2025年8月，德国政府就批准了一项法律草案，修改征兵法规。皮斯托里乌斯提出的新兵役模式核心依然是自愿入伍，暂时没有强制性，但那个如果志愿人员短缺，可恢复义务役的条款存在。强制性征兵或许只是时间问题。德国国防部的目标很大，计划将现役部队规模扩大到至少26万人，另外还要拥有20万的预备役人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德国正在积极开展招募活动，效果还不错。签署服务合同的公民数量正在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7月21日，德国联邦国防军的现役兵力已经达到了约18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000多人。这个增长势头还在继续。2024年，德国联邦国防军新招募了约2万名新兵，创下了历史新高，比2023年增长了8%，其中大约1500人是以职业军人或应征入伍的身份加入的。在武器领域，最近有一个很劲爆的消息，俄罗斯的天王星9还没上战场就坏了。在乌俄战场之上，苏57都已经亮相了，但天王星9到现在还是没消息。国防博客报道，天王星9曾被俄罗斯国防工业视为旗舰无人战车，之前一直声称要批量生产，但直到现在这东西都没有部署在乌克兰，只能说太惨了。2016年，俄罗斯推出天王星9，性能吹得很强，一门30毫米的机炮加上一挺7.62毫米并列机枪，外加4枚反坦克导弹、6枚便携式防空导弹，可同时打击装甲目标和低空目标，压制步兵集群更是轻轻松松。按照这个纸面实力，一辆天王星9的火力就可以顶一个小队，结果实战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俄罗斯曾在叙利亚部署天王星9，发现有很大的问题，智能化不达标，不能满足独立作战的需求。芯片不好用，在叙利亚战场上敌我识别能力不够，如果不是士兵遥控的话，自己人打自己人不是不可能。如果有较强的无线电干扰，估计天王星9能直接躺在地上，直到被敌方缴获或者被摧毁。观瞄和热成像系统也有点问题，天王星9捕获目标的距离仅有2公里，低于预期的6公里。如果天王星9离指挥车比较远，就很难发现目标，还可能会因为信号延迟错过目标，重点还是经常失控。在巷战的高层建筑环境中，天王星9的操控距离降低至300米。在叙利亚战场，在战斗中失去联系的次数高达19次，最长的一次达到了90分钟。从之后的报道来看，估计俄罗斯也没有修好。在乌俄战场之上，俄军即使使用那些临时无人车，都不派遣天王星9，足以说明很多情况。之前缅甸军方领导层了解了天王星9的性能，但没有买。相比之下，乌克兰的无人战车都可以俘虏俄罗斯士兵了，差距或许会越来越大。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的新一轮动员什么时候实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
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